小白学习量化交易 MT500。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我们今天来讲一个课题，就是 In Simple 和 Out of Simple Testing。它主要是想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当我们开发了一个回测很好的策略啊，但是它一上线就开始亏损，或者说是我们开发完成一个策略之后，它上线之后的表现跟我们回测里面的表现就大不相同了。通常来说，这就是一个 overfitting， 就是过度拟合的问题。因为你开发的这个策略啊，它只会，因为你做了这个参数优化之后啊，优化过头了，会导致它只在特定的数据上才会有效，一旦遇到了新的数据，它就失效了，它就，丧失了策略的 edge，就是丧失了策略的优势了。这也导致部分人认为策略是没有用的，所有的策略做的优化都是 overfitting 的，他们就认为过去代表不了未来。其实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反过来想啊，如果说一个策略它在过去的历史行情中都不能够盈利，那么你凭什么认为它在未来的行情中就一定会盈利呢？所以说，这个策略的回测或者说策略的优化是我们一定要做的，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这个In Simple 和 Out of Simple Testing 它的定义，它的含义是什么呢？本质来说，量化大部分的优化过程其实都可以用统计学上面的定义来解释。用统计学来说，就是利用过去的数据来预测未来。样本内的数据就是指我们现在拥有的数据，而样本外的数据是指你没有但是想要预测或估计的数据。可以理解为样本内就是我们的历史数据，样本外是我们的未来的行情。像传统的我们只使用这个样本内回测的问题啊，给大家看一个图。像传统的回测是怎么回测啊？比如说我们有，比如说这是 BTC 的数据，我们有17年到23年的数据。传统的测试是把17年和2023年到今天的数据全部拿来做回测，全部拿来做优化，看这个策略在这一段历史行情中是否存在优势，是否是能够盈利的。这样的方式它有一个什么缺点呢？首先是简单，不过这个是算优点啊，因为它做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它就相当于是你开卷考试嘛，你的题目包括你的答案你其实都已经知道了，所以做起来啊就很容易，你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一个能够盈利的参数至少在回测上面看起来是这样的。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你只是可能单纯的 lucky， 只是单纯的幸运而已，并不是说你这个策略真正的具有统计性的优势。而且大部分这个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市场噪声的存在，导致你这个过度拟合，也意味着你的策略啊可能在历史的数据上表现非常良好，但是一旦应用在新的市场条件时就会失败。我们打个比方啊，现在是BTC 的数据，我们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假设我们现在是2021年，我们依旧是开发完成这个策略，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优化。我这里使用的完整算法，如果你们参数很多的话，建议使用这个基于快速遗传算法，它更快一点。我们这里的优化的这个效率因子，我们就使用这个最大结余，也就是
最大的盈利啊。你们也可以用这个盈利因子啊、期望收益、采收率、夏普比例，或者你们可以自己写在那个 OnTester 方法里面，用这个最大定制也可以。我这里简单起见，就用这个最大结余了。然后看这个地方，参数优化，这里面就是我所有需要做参数优化的啊。这个时间我是不做的啊。然后我们就以这3个来举例。这3个参数来举例，大家不需要知道它的具体含义啊，因为这个数字肯定是根据你们自己的进出场逻辑来定的。比如说，我们把这里的数据填好之后，我们点击开始进行优化。优化之后，它给我们跑了一个，把这所有的这些结果啊，这里是288个，把这所有288个结果都跑完。记住啊，这里我们是优化的2017年到2021年啊。假设我们今天是2021年，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参数还不错，这个参数的绩效还不错，采收率4，然后盈利因子1.74也不错，然后交易笔数170多笔也还行，最起码比前面这几笔要好很多了。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它在21年到17年的绩效表现，整体还行啊，整体还行，还凑合。然后现在我们把时间改为2021年到2023年，也就是假设我们选中了这个参数，然后我们把它放到实盘上去运行，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可以看到啊，基本上就是一上线之后没赚多少钱，然后就立马开始了，亏损。这就是传统的啊，只在样本内回测的这个缺陷吧，因为它极有可能造成这个过度拟合的问题。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AutoSimple 验证啊，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意思是把这个数据分割成为2个部分。我们还是把这个图拿来看一下，分割成为2个部分。比如说我们现在有17年到23年，这是7年的历史行情，这是比特币上面的啊。然后我们拿17年到21年这5年的数据来做 InSimple， 来做这个参数优化的过程，然后用22年和23年的包括这里的21年的和22年、23年的这个历史行情来做我们这个 AutoSimple 的验证，就是在这里面做优化，然后在这里面去验证我们这个优化的过程是否有作用，是否有意义。这个过程相比较我们只在样本内回测会复杂一些，因为它多了一个流程。它就是比如说你有10年的历史数据，你就用7年来做样本内做测试集，然后保留3年用作样本外作为验证集。样本内的数据的作用主要是用来识别策略中的缺陷，用于优化策略的进出场逻辑的。也就是在这7年的历史数据中，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优化，不管是进出场逻辑的优化，还是说参数的优化，还是说时间周期啊各种过滤器的优化，你都可以去做，而不用去管过度拟合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们只是用来做测试，而不是说在这个里面产出了策略之后我们就真的会拿它去上线。拿它去上线，我们还需要经过样本外的验证。样本外的测试的它主要的意义就是评估这个策略能否在它没有见过的这组数据中发挥它的性能。
也就是说，之前啊，这是样本内是做这个开卷考试，你知道题目也知道答案，那你肯定能做好了。但是现在我们给你一组新的试卷，然后让你去做，看看你还能不能取得像样本内一样好的成绩。可以单纯的理解为，就是我们把一部分数据保留了下来，我们假装它是未来的数据，我们去模拟将样本内选择的参数放在实盘上的表现，这样它有助于确定我们这个策略啊是否真的具备统计性的优势，它能否真的在未来的行情上能够盈利。它可以一定程度上规避这个过度拟合的问题啊，但请记住啊，它只是一定程度上，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做到规避过度拟合的问题。即便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这个 In-Sample 和 Out-of-Sample Testing， 我们讲的是 Walk-Forward Testing， 或者是 Monte Carlo 模拟，或者是 Bootstrap Testing， 各种测试，它们都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去规避这个过度拟合的问题，但是你说，完全的去规避啊，那不太可能，不太可能。然后我们讲一下这里这个分割比例啊，我们待会儿把这个讲完之后啊，我会在这个 MT5 上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整个这个过程。这个分割比例通常来说啊，是将我们所有拥有的这些历史数据啊，73分或者是82分，也就是70%作为 In-Sample，30% 用作 Out-of-Sample， 或者是80%作为样本内，20%作为样本外。大家想一下，其实就可以发现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样本外，也就是30%或者20%这个数据啊留的越多，比如说我们留到40%、50%，那么意味着我们这个策略它会经过更多的未来的它没有见过的数据的考验。如果它能通过，那么我们就会更有信心，也意味着我们做的这个 Auto Testing 它的这个会更有效一些。但是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样本外的这个数据保留的过多啊，也就意味着我们样本内的数据会减少。样本内的数据减少，也就意味着啊，留给这个策略去统计，去发挥它的统计优势的作用可能就会减少，也意味着啊，我们的开发难度会加大。也就是说，你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是73和82，我们50%和50%来分，那么这就意味着你可能啊会不太容易开发出满足你要求的策略。比如说你策略要求的是盈利因子要达到盈利因子要达到2或者3，这其实就挺高的啊，2或者3，或者说你的采收率需要达到这个根据年份来说，比如说6，比如说6、7、8。如果你使用这个过多的这个样本外的数据来做验证啊，可能就不太容易能够开发出来啊，所以这个需要你们自己去评估吧，自己去评估要预留多少作为这个样本外的数据，建议是30%和20%。不过这个东西啊，还跟一个因素有关，就是你优化了多少个参数，你需要迭代，你的迭代次数有多少？迭代次数有多少？一般来说，如果你的这个迭代次数，也就是说，你优化的这个程度越高，也意味着
你要留出更多的样本外的数据来做验证，因为你参数过多，迭代次数过多，那么你过度拟合的几率就会越大。你想一下，如果你就没有参数，你就没有做优化，那么你过度拟合的几率是不是就很小很小？但是只要你是做了优化，是做了这个从2个结果中选出好的一个那个结果的过程，你这就是做了优化了。只要你做了优化，就会有一定程度的过度拟合的问题。所以这个还是需要你们自己去把控吧。这个通常就是你在开发策略开发多了之后，你们会有一种会有经验的。还有就是有一点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即使这个 in-sample 和 auto-sample testing 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啊，能够一定程度上去避免过度拟合，但是如果说是你没有真正的理解它，就是你没有办法用好它，那你还不如不用。因为什么？很多人啊都是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就已经将样本外的数据转换为样本内的数据了，一定要小心啊。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就是说交易者啊用样本外的数据验证他们的想法，却发现他失败了。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啊，他立马就返回去重新修改这个策略，并且在这个样本外的数据上再次进行测试，发现这样回测效果变好了，然后就采用这种策略。这样的过程啊，其实就已经将样本外的数据转换为样本内的数据了。打个比方说啊，我们还是找到刚才这一笔交易，这个它在 in-sample 里面是，比如说我们用这个盈利因子啊是 1.74 的绩效，然后我们把它放在 out-sample 里面，它就变成 0.66 了，包括采收率都变成负的了，就亏钱了，是一个亏钱的策略。很多交易者在遇到这种情况之后，他就会怎么做啊？他会重新再打开这个 IDE， 重新再去编辑他这个策略，编辑好了之后，在 in-sample 里面做参数选择之后，然后再次在这个 auto-sample 的数据里面去做验证，一直重复这个过程，直到在 auto-sample 里面选出了一个符合他自己满意的一个参数组合。你这个过程啊，其实就已经是把这个参数外的把这个样本外的这个数据变成了样本内的数据，这样就丧失了这个 auto-sample testing 的这个意义了。当然还有些人他不是说去改这个源码，去改这个策略逻辑，他是回到这个参数优化里边啊，他改这个参数，比如说之前是3、1、10，他现在改成什么？他改成1，然后递增是0.1，然后递增到100啊，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 SLATR count， 它之前我是用5到20，我总共也就是四种情况吧。然后他如果没有产出好的绩效之后，他过来继续修改，把这改成比如说1，然后递增0.5，然后一直递增到20。你这个过程啊，其实就也是将这个样本外的数据变成了样本内的数据了，这都是不可取的，一定要注意。样本外的数据一定要是策略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数据，否则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失去了它的意义了。好，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在这个 MT5里面我们基本上是怎么做这个过程的。首先还是我今天是用的这个 BTC 来进行演示啊，我这里有17年到23年的数据啊，因为 BTC 这个数据我都不太好获取啊，所以我这里面只有7年的数据。我在想，可不可以去这个
币安啊，或者是 OKEX 上面去用他们的接口，抓一下他们的这个历史数据。因为这个我用的这个 broker 是 IC Market， 它用的就是币安的。我在想抓币安的数据应该比较合理，但是我还没有去做这个工作啊，因为我还不知道币安的数据最早能到哪一年啊。如果币安的也是17年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那我去做这个工作，还要写代码什么之类的，写 Python 之类的。好，回到主题啊，我们这里面针对于 BTC 有1、2、3、4、5、6、7年的历史数据，然后我这里先使用2017年到2021年，2017年到2021年，2021年来做这个参数优化啊，还有记住啊，一定要把这个手续费啊、点差什么之类的给加上。然后我们这里用完整优化，因为我这里只有整个优化下来也就少于1000笔啊，所以我就没有必要用这个快速遗传下法，没有意义。因为我这个已经很快了。然后就是针对于你要做参数优化的，把这前面这个勾打上。这3个我决定是做参数优化的。我优化的范围，这个范围还是我刚才说的啊，根据你们自己的逻辑来啊。我这个总体下来就是288个，然后我们点击开始进行优化。好，它这就优化完了。我这里是按照最大结余来进行优化的。然后优化完成之后，然后就是我们做这个 AutoSimple 验证的过程了。AutoSimple 验证之前，我们还需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个参数组合。比如说这里的，你看啊，这里这个全部交易指的是交易笔数啊，这种个位数的，其实都不具备统计意义，因为真的很少，太少了。我们这里最起码吧，我觉得你也得有个200-300笔交易吧，200-300笔交易我都觉得少。但是我们这个策略好像就这么多，它是作用在30分钟上的。这个策略，因为这个策略逻辑的原因啊，所以它交易笔数不会很多。比如说我选择了这个179，也是刚才我们演示的。选择这笔参数之后，然后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啊，等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双击它就可以看一下它在 InSimple 里面的表现了。我们先把它截个图，保存一下。然后假设我们这一笔也比较满意，这个参数组合也比较满意它的绩效，1.36、4.4、4.14的采收率也比较满意。然后我们把这个逻辑啊，这个权益曲线也先保存一下。保存一下之后，我们刚才是做了什么？刚才是做的这个 InSimple 里面的这参数优化，现在我们需要做这个 AutoSimple 的验证。验证就是我们把这个改成2021年到2023年，其他都不变啊，其他都不变，依旧是回到这个优化的结果里面。我们双击，这次双击之后，它作用的时间范围就是21年到23年。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在 AutoSimple 的表现。对，这就是我们刚才选的第一组参数啊，这是它在，这是它在哎，删除一下。这是它在 InSimple 里面的表现。你最起码虽然这里面有这种不是很规律的，
但是最起码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稳定性，它是一个向上的、盈利可图、有利可图的一个策略。但是我们把它放在未来的行情，因为我们现在假设这个 Auto Simple 的数据是未来的行情，我们把它放在未来的时候，它就失效了，它就没有这种统计性的优势、盈利上的优势了。所以这个 Auto Simple 的过程就帮我们排除了这个参数组合，最起码我们没有亏钱嘛，没有把它上实盘，我们是模拟了一下。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选择的这一笔，这一个盈利因子啊，虽然比我们刚才选的这个小啊，刚才是1.74，这个4.15，这个4.14，但是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盈利曲线，就很明显了。这个地方，这个图表是 InSimple 的验证，这里面是 AutoSimple 的验证，可以明显看出来啊，这两个之间的表现，即便是从肉眼来看，也是符合规律的，对吧？如果我们选择这，把这个全部跑一遍看一下。如果我们选择这种经过了 AutoSimple 验证也是盈利的参数，放在我们未来的行情上，是不是盈利的几率就比我们单纯做这个，单纯做这个样本类的测试要好很多，也更有信心嘛，对吧？好，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大家在做完这个优化结果之后，优化之后，那也可以从你们默认应该是这个结果图表，右键可以把它选成3D 图形。大家要做的是避免选择这一组参数啊，选择这一组参数。这一组参数，大家可以去搜啊，就是这个参数孤岛，参数孤岛。要避免选择到参数孤岛这种过程，也就是说，除了它，绿色代表盈利啊，红色代表亏损，除了这一部分之后，其余全部都是亏损的，那么大家就要注意了，因为极有可能啊，这就是一个过度拟合出来的结果。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结果？大致来说就是类似于这种意思，它也还是会有亏损的参数组合，但是除了这个参数孤岛之外，它还有一些，比如说类似这种的参数平原的过程，不是这个参数平原的过程。大家要选择参数的话，就选择类似于这种的参数，这种参数，这也是避免过度拟合的一个技巧，一个手段吧。不过这个需要人工肉眼去对比啊，比较麻烦一点。好，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啊。还有一个就是扩展的部分啊。有些人是不是将数据分割成为2个部分，它是分割成为了3个部分。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进行了解，看你们自己想采取哪种方式啊。归根结底，它跟分成2个部分和3个部分的意义啊，其实都是将数据分为 InSimple 和 AutoSimple，就是策略已经知道的数据和策略不知道的数据。演变出的各种名词吧，可以分为训练集、测试集和验证集。我自己之前的时候有用过这种方式啊，我觉得从理念来说啊，它比这个分割成2个部分要更加有意义，但是也会带来更加的麻烦。
因为分割成为2个部分就已经导致这个验证的过程有些麻烦了。如果再分成3个部分，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这太麻烦了，产出这个满足自己绩效的这个策略啊，这个产出比啊有点太低了，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都后面都是进行扩展的部分啊。大家其实如果能把这个 InSimple 和 AutoSimple 验证做好，其实也就够了。因为很多交易员，包括一些成熟的这个量化交易员，他们做的其实也就是这个过程，只不过人家用的很好，用的很严格。如果你还没有信心的话，你可以将数据分为3个部分，就是一个作为训练级，一个作为测试级。测试级的作用呢，就是说用来验证这个训练级的过程，但是它还属于 InSimple 的过程，所以它可以做参数优化，然后直到最后做一次这个验证级进行验证。我刚才说了这个运用这种方式啊，产出比可能会比较低。但是我其实想说的是啊，我也是想让一些真正有志于在这个量化里面有所建树的人一个建议吧，就是你不要害怕你的产出比会很低，因为这个产出比啊就应该很低。如果你的产出比很高啊，那就意味着你这个整个写策略的过程，做参数优化的过程，可能都有问题，才会导致你的产出比那么高。大家想一下，如果说产出比高，那就意味着你每写一个策略，你这个策略有优势，有这个 A 值的，能够盈利的可能性就很高。大家觉得这可能吗？概率有那么高吗？我能给的建议就是说啊，这个概率其实不高的，这个概率低的可能打破某些人的认知了。因为从众多的策略里面能够选出真正有 A 值有这个优势的啊，其实还是不多的啊，最起码没有大部分人想象中那么多。之所以你们能够产出这个产出比这么高，一定是你的过程有问题，而你的过程有问题的结果，就是用你的真金白银去作为代价。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了。如果对您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转发。让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